OK， 兄弟们，本期视频 450K 对比追550，让我们看看谁才是3万元以内最好的街车。大家好，我是韦德。这期视频我们将从外观、坐姿、声浪、配置、舒适度、驾驶感受等几个方面，对追550和450K 进行综合对比，看看哪款车更适合你。追550的外观设计风格据说来源于龙爪，如果上面竖条的灯带是龙的爪子，那中间的大灯怕不是龙珠。450K 的外形和大灯脱胎于自家的800K， 相比于450K 整个向下俯冲的姿态和像跑车一样高翘的车尾，追550的姿态要相对平和一些，也比较符合大多数人对街车的印象。但我觉得追550在排量更大、动力更强的基础上，整体的气势和肌肉感营造的不够。要是能把两侧白色的外壳和油箱连在一起，做一个更大的包围，效果应该会好很多。坐姿方面呢，450K 的坐姿和它的外观一样，坐上去整个人还是会有一点前倾的，所以长距离驾驶会容易疲劳。坐高是795，最低1.65米左右，踮脚尖应该都是可以骑的。而追550是810的坐高，手把更高更宽，所以整个人坐上去也比较直立，适合1.7米以上的人。声浪方面呢，虽然两个车都是270度曲轴的双缸机，但声浪的风格明显不同。450K 的鼓动感更强，回油会放炮。而追550音量更大，并带有哨声。接下来是配置方面，钱江一听这个就不困了啊！追550是直推上泵双碟的鲍鱼水鸟加马祖奇的减震，轮胎是120、160的正新 S3， 而450K 是侧推上泵单碟西护加鱼安减震，轮胎是110和150的正新 AS5。但是仪表追550的这个就真的很难评，虽然也有蓝牙功能，但感觉跟450K 的仿佛不在同一个时代，你懂我意思吧？只能说有得必有失啊。坐垫的舒适度上，追550的会更好一点，不管是驾驶位还是后座都是比较厚实的高密度海绵。但因为追550的牌照架是镂空的，所以一旦有水或者下雨，你的后座有可能会变成真的挡泥板。而450K 驾驶位的舒适度还可以，前端也做了收窄，但这个和我450SR 同款的后座可以说是又硬又翘又滑，基本上没有什么舒适度可言。所以在带人这个问题上，这两辆车各有各的问题。实际驾驶方面呢，这两辆车也各有各的侧重点。在市区通勤时，450K 的手把更向内收，在小范围掉头或者钻缝时会更灵活，油箱更宽大，驾驶感很好，会有一种人车一体的感觉。而且450K 的震动抑制做得非常优秀，这让450K 的骑乘感非常好。但动力方面，根据机车圈 APP 的马力图来看，450K 和450SR 几乎一致，最大转速都在12000左右，都是要在中后段才能发挥出它的动力。整体的平顺度还可以，但在高转回油再开油时会有0.5秒的延迟，然后动力再冲出来。刹车和减震在市区够用，但在跑山这种激烈驾驶的场景下明显偏软。后减震在给大油时下沉量较大，颠簸路面的舒适性呢只能说凑合。AS5 冷胎时容易打滑，胎温上来以后抓地力还可以。整体来说呢，虽然跑山差点意思，但符合春风对于这辆车城市穿梭机的定位。追550的手把角度更平更宽，好处就是力臂长，打方向会更轻。在跑山这种不需要大角度打方向的时候呢，操控感、稳定性，包括重刹时的支撑感都会更好。但缺点就是在小范围掉头或者市区钻缝时就显得不够灵活，手臂会有比较强的拉扯感。动力上，追550这个据说被奥克斯塔重新调教过的 549cc 的发动机，从前段开始拉扯感就明显强于 450K， 在3000转左右会发冲，其他转速平顺度很好，即便是运动模式下回油开油也没有什么延迟。不过发动机的震动会比 450K 的大一些，但还在可接受的范围内。刹车的手感线性而有力，配合正新 S3 的轮胎，不管是操控还是制动都很好。减震整体偏硬，支撑性不错，但舒适性较差。总的来说呢，追550的动力让人印象深刻，在激烈驾驶时也非常有乐趣，但在市区通勤时稍微差一点。OK，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。如果有问题，评论区提问，记得点关注。